如果你也厌倦了在东京各种热门景点里边人挤人，今天我来推荐6个更适合轻松漫步的小众街区，让你体会东京这座城市不一样的一面。大家好，我是小宇哥。这次呢是我们的第4次日本之行，在体验过大家常去的景点之后呢，想要了解一下东京更加生活化的一面。首先呢，就是我们此行印象最深刻的神保町。如果说东京的哪一个地方最有文化气息，那一定是神保町。这里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最大的古书街，聚集了大概170家书店。当你走出地铁站，步入靖国通，空气里面似乎都弥漫着一种旧纸张特有的味道。在神保町，你不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地，每一家书店都各有特色。我们也在这里淘到了2本心仪的书。当然，这里边大多数的书呢都是日文的，不过如果你不懂日文也没有关系，这里不仅也有专攻中文的书店，也有很多的中文书籍就散落在各种书架上，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多数店都不允许拍摄，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有所注意。在1880年，随着明治维新后的西学东渐，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日本大学等名校的前身纷纷在此建校。为了满足大量学生和学者的需求，开始出现了法律书店以及旧书摊儿。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在年轻时曾以此为中心在东京求学，神保町可以说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场所之一。当时周恩来为了考取日本的大学，进入了位于神保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现在呢，这个遗址变成了一个小公园，有一个纪念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找一找。我们去的时候呢，碰巧赶上了小学馆的文化季，具体有哪些活动呢？我会放到下一期视频里边单独介绍。感兴趣的话，一定要点个关注，不要错过哟。第2站，谷中银座。这里保留着最浓郁的昭和时代的生活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东京的怀旧后花园。它位于东京著名的谷根千区域，这里没有新宿的霓虹灯，也没有银座的那种奢华感。虽然它叫做银座，但其实只是一条条商业街。走进这里，你会发现节奏好像一下子慢了下来。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低矮的木造建筑和充满人情味的商店街。一定要去西洋阶梯坐一坐，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金色的阳光会洒满整条街区。这里是无数日剧和动漫的取景地，也是著名的猫町。你会在屋顶上、店铺门口，甚至路边的花坛里偶遇各种神态自若的猫咪。商店街里边也充满了猫咪元素。大家好呀，这里是东京都立青城庭院，都指定名胜。第3站，青城白河。这里是东京时空折叠感最强的地方。一边是蓝瓶子 Blue Bottle 的日本1号店，由旧仓库改建的极简工业风，代表了最前沿的咖啡文化。而另一边就是现在这座青城庭园，它曾是30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私人别邸，也可以说是最奢侈的庭园之一。当然，青城白河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它的咖啡店。我们没有选择像蓝瓶子或者星巴克这样的网红咖啡，而是选择了一家独立咖啡店。当然，具体的地址呢，我这里就不公布了。有缘的话，你可以自己找找看。我想店主把自己的店开在这样一个蹩脚的小巷子里，可能也是不希望有太多人打扰吧。整家店呢，就是一个昭和时期的丁屋的样子，里面大部分的元素都与猫有关。可能店主小姐姐也是一个爱猫之人吧。店内的每一幅画、
每一个摆件，每一个器具，看似随意，又好像精心设计过。这里的咖啡风格呢，偏柔和，苦度非常低，相信可能会合很多女生的口味。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之后，店主特意送上了一杯云南的咖啡。我真的很难描述那种在异国他乡喝到来自自己家乡的咖啡的那种感觉。这里真的很谢谢这位店主的用心，咖啡也真的很好喝。接下来我们去感受一下年轻人的圣地夏北泽。这里是古着、戏剧和摇滚乐的中心，因为动画《孤独摇滚》的大火，这里也成了全世界动漫迷的打卡点。夏北泽最出名的果然还是中古店了，当然这里的中古不只是衣服，也有各种饰品和器具。我对像这样一个平时不会去买中古的人，也在这里忍不住买了2件衣服。店主们会把自己收回来的物件好好的整理，重新的修饰，洗干净，然后再放到货架上。而中古商品上那种特有的时间留下来的痕迹，我觉得才是最吸引人的东西吧。离车站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家叫抹茶 Passport 的专注于抹茶的店，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各种不同口味的抹茶。如果逛累了，你可以来这里歇歇脚，体验一下不同的抹茶风味。逛了几家店之后，我们临时决定去来一次圣地巡礼，就在这里2站地，因为东京女子图鉴而出名的三轩茶屋。这里呢，同时也是女神异闻录5的取景地。就这个就是游戏的取景地啊，就在这里边。然后他那个男主人公就住在这个的阁楼2楼，就住在这上面。然后他们去洗澡的这个地儿，看来主公挺潦倒啊。确实很潦倒啊。就是这个，但这个现在已经进不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会来这里打个卡，就好像自己也加入了心之怪盗团一样。当然，这里边最惊喜的还是这家寿司店，是孤独的美食家五郎叔的同款。这家店性价比很高，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尝一尝。在《东京女子图鉴》中，女主角对三轩茶屋的评价是适度的时尚又适度的俗气。女主角在这里度过了她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光。走在这与游戏无比相似的街区当中，我突然明白了，女主角说的俗气可能并不是贬义，而是指那种令人安心的烟火气。下一站来到了高原寺，最近大火的日剧《那你来做做看呀》就在这里取景。剧中由夏帆和竹内良真饰演的情侣就生活在这里。相比于东京的其他地方，高原寺有着不加修饰的生活感。高原寺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它被 JR 中央线分成了北口和南口2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区域。北口的氛围更加倾向于居民生活，主要由高原寺纯情商店街和更深通商店街构成。而纯情商店街可以说是高原寺的招牌，这里原本叫高原寺银座，因为作家获得了直木奖的小说《高原寺纯情商店街》太出名了，所以这条街干脆直接改成了这个名字，这在日本是非常罕见的案例。这里呢，主要是药妆店、老式肉铺、便宜的蔬菜店以及街头的各种小吃构成。散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家由一家3口经营的烧鸟店，老板边干活边哼着歌，
老板娘热情地在招揽生意，女儿正在帮忙打下手。我们停下来尝了一尝，味道真的不错。而南口更加倾向于年轻人和外地游客，也是高原寺古着圣地称号的来源。南区首先会经过的是 PAO 商店街，这是一条有拱顶的商店街。夏天的时候，高原寺这里会有阿波舞季，这里是室内的主要表演区域。而继续往前走，会来到高原寺的 Look 商店街，这里是真正的古着深巷。这里的古着和下北泽有一些区别，如果说下北泽的古着更加紧跟当下的潮流风向，那么高原寺则更加坚持自我。下北泽有更多的精致的买手店，而高原寺则非常的两极分化，店铺的类型很多，也有机会捡漏。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把时间留给了吉祥寺。这里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东京人最想居住的街区第1名。这里车站的南口就是巨大的景之头恩赐公园，你可以去划那个传说中情侣划了会分手的天鹅船，也可以沿着森林小径一路走到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公园叫景之头公园，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孤独的美食家五郎叔，但是这个名字就来源于这个景之头公园。五郎叔全名叫景之头五郎嘛，就是这个原作者就是当时就住在这个公园附近，然后他又有个朋友，他的名字发音是 Golo， 所以就起名叫景之头五郎。但吉祥寺的反差就在于它的北口藏着一个口琴横钉，这里是2战之后形成的黑市。左手是大自然的宁静，右手是市井的喧嚣，吉祥寺平衡了这一切。下一期我会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小学馆的文化季。小学馆也出过很多动漫名作，例如名侦探柯南和葬送的芙莉莲，感兴趣的话记得点点关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呢？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喽。